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，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没人想到，刘宇宁憋屈已久的这口闷气，竟被官方媒体直接说透了，这下白鹿也能放心了。地球超新鲜，世界在眼前。大家跟着这句话，把《地球超新鲜》这个节目看了整整2季。宪发和五哈这2档综艺挺火的，但地球团硬是杀了出来，热度不小。可话说回来，人一红事就多，这综艺也一样。刘宇宁和龚俊最近上热搜了，事情闹得挺大，他们俩和节目组都出来回应了。现在连官方媒体也发了声，说了一通话。有个综艺叫《地球超新鲜》，最近挺火的。你看它不光是收视率高，网上讨论也多。一个事儿就能看出来这节目多受欢迎，每期都能整出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名场面。这节目一播，差不多就能整出一个笑翻全场的名场面。最新一期有个心跳演绎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导演想了个办法，让男嘉宾通过设定好的场景，让女嘉宾心跳加速。听这规则，感觉要演偶像剧了。结果林一上台就直接说了个大消息。林一当时正瞧着周也，眼眶里还带着泪，身子也往前凑了凑。现场气氛刚好，背景音乐也响着，演员情绪都到了那个点。大伙就这么看着，林一对周也说了那句话。那个教堂相遇的选手直接说我唱歌比你好听，当场那些嘉宾笑得不行了。屏幕前面看的人也没客气，一个劲在发弹幕吐槽，各种难听的话都有。网上有个故事挺火的，讲的是一个人气的心抽抽，结果还以为自己对别人动心了，这反差感很大，大家看了都乐。其实在这之前，地球团玩过的泥潭大战也算是个出圈的名场面。好多网友说，这综艺好久没这么纯了，就是冲着赢去的。李乃文这50多岁的人，在泥坑里来回折腾，那些年轻点的一点没有敬老的意思。看他爬上高台，照样不手软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李乃文搂着王玉雯的腰，使劲扣着，就是不下台。台上那些长辈也没个长辈样，一点都不让着小的。来的那些客人呢，也全都不讲究。结果这一期节目那乐子可大了，效果简直吓人。有个游戏最近挺火的，玩起来就是那种激烈身体对抗的。很多人说这是他们近期笑得最厉害的一件事，但也有人对这类游戏有意见，说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。刘宇宁和龚俊俩哥们儿正处在一个游戏收尾的环节，这时候游戏已经到合影那一步了，大伙就都挤在高台边上。拍完照那会儿，谁都没动地方。后边的刘宇宁抬手给了旁边的龚俊一胳膊肘，视频里能看见那下其实不怎么使劲儿。龚俊从圆台上落下去，在泥坑里站得挺稳当。事情也没啥特别的。那段视频放出来后，一堆人跳出来替龚俊说话。有些人讲啊，刘宇宁在圆台上突然推人，这样做不太对。刘宇宁和龚俊突然就上了热搜，大家伙都在议论他俩的关系。这俩人终于坐不住了，自己跳出来跟大伙解释。一小段视频放了出来，里头就几秒，拍到有人在推搡，然后有些网友就忙开了，跟侦探似的，把那段泥地里的画面一帧一帧的看，就想看看那2个人到底啥表现。有人说在泥潭游戏里，刘宇宁老是护着别的嘉宾，还有人在翻找时看到他打着伞那会儿，伞尖不小心碰到了龚俊的脑袋。各种说法都有，一个接一个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，还是当事人自己明白。刘宇宁看着这事闹得越来越大，就自个儿进了那个场景，2招一块用上了。他在粉丝群里跟粉丝们说自己跟龚俊关系特别铁，还特意撂下一句话，
说这事儿就到这儿了。他转了一条综艺官方发的，内容是地球团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。龚俊也很快跟上了，两人不愧是兄弟。他自己超话里发了条38秒的语音，说了他跟刘宇宁关系特铁，又跟大伙讲，你们高兴才是最重要的。刘宇宁也转发了节目组的微博，两个当事人都没躲，节目组也没含糊，他们各自澄清完，又有了新互动。这下子，那些想看热闹的人也看清楚了，好多网友直接喊话，说这种澄清方式能当教材用。刘宇宁和龚俊关系不错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他俩不怎么互相说好听的话，不过做点啥比说啥都强。刘宇宁和龚俊不是上节目才认识的，他俩2021年就认识了。那年龚俊靠一部古装剧一下子火了，刘宇宁给那部剧唱了插曲，也跟着火了一把。在这部戏里，他俩同框的镜头其实不多。等到《安乐传》播出来，都过去2年了。龚俊和刘宇宁是这部剧的男一和男二，这一来二去的，关系就慢慢近了。他们俩以前跟迪丽热巴一起做过剧宣直播，那次直播特别搞笑，被大家叫做剧宣界的泥石流。天天待在一块儿，两个人早就不只是普通的合作伙伴了。地球超新鲜第1季里，俩人说过他们平时会互相送东西。刘宇宁给龚俊寄了草莓，龚俊呢，拿自己家的腊肠当回礼，给了刘宇宁。龚俊聊天的时候说，送腊肠这事是他给朋友的一种高级别的待遇。第1季那会儿，龚俊有事要请假，没法录节目。刘宇宁当时花了老大一笔钱，买了个摆件，是龚俊看上了但一直没下手的那种。龚俊在节目里哭了，就这些小细节能看出来他跟刘宇宁关系真铁。现在两位当事人倒不用为这事太操心，毕竟官媒已经出手了。7月19号，封面新闻发了篇文章，说综艺里的游戏别变成舆论上的麻烦。文章先提了龚俊和刘宇宁最近那点事，挺简单的，然后就开始掰扯推搡事件的来龙去脉，怎么开始的，中间发生了什么，最后怎么收场的，说得特别细。这个比赛本来就是要抢那个圆台中心，嘉宾们个个都挺认真。刘宇宁伸手帮了好几次，把往泥潭里掉的人接住，省得他们摔伤。网上转了段几秒钟的推搡视频，里头龚俊伸手把刘宇宁拉下来，完事儿俩人在旁边打打闹闹的，能看出来这段里头他俩脸上都带着笑。不管刘宇宁那个推的动作，还是龚俊那个拉的动作，他们都不是没轻没重的。封面新闻直接说了，那个画面其实就只是把某个局部动作放大了，把俩人都有的互动给弄得不明显了。本来呢，这不过是两个人推来拉去闹着玩的场景。刘宇宁推了龚俊那一下，镜头也就几秒。节目里游戏怎么玩的，前后说了什么都没剪进去，大多数人看到的本来就是零碎的东西，所以很多人对他的动作有误解，这也不奇怪。刘宇宁因为那一下推人，现在挺难受的。你要仔细讲吧，别人就会说你玩个游戏还这么较真。你要随便说2句吧，那点误会又根本说不清。节目组发了声明，搭档也拿私下互动说关系好，但那些只看过片段的人，还是没法全知道。明明这是有原因，可就是没法把完整来龙去脉摆给每个人看，这么憋屈，真是越来越难受了。官媒现在用中立的角度把这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他们说，有人把视频剪得稀碎，把原来的语境给弄没了。这么一搞，整件事的逻辑才回到它本来的样子。不光说了断章取义是咋回事，让看的人知道了全部情况，还让人看清了整个真面目。
他们专门强调，玩游戏互动这事儿根本不该被当成罪证来审判。这事算是给刘宇宁撑了腰，把他被冤枉的账给清了。不光证明他没干过那些事，还提醒大家看综艺的看全乎了。有个人刚因为节目里几个镜头被人一帧一帧的挑毛病。白鹿是个演员，他之前在综艺节目里跟那些比较熟的嘉宾开玩笑，玩玩游戏。平时这种互动经常被人截成小片段，然后就传开了。这玩意儿不是头一回有争议了，片段是从整期节目里截出来的，把那种轻松互动的氛围给弄没了。结果一看，观感就不对了。他刚开始参加节目那会儿，说的话不多，也就一句两句的。后来到了节目中期，开始有给李晨泼水的镜头，这些事慢慢攒起来，外界就老拿这个说事，压力就这么一直没断过。不过白鹿这边，他也不可能把每段被剪出来的片段都解释一遍。这次官方媒体把综艺里那些掐头去尾的评判梳理了一遍，表面上说的是刘宇宁单个人的事。大家现在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看综艺里的互动的看完整上下文。这个评判标准不是光针对某个人，放哪里都管用。以后要是再碰到类似那种零散的片段，大伙就会多留个心眼，琢磨一下前因后果，不会再因为几秒钟的镜头就急着下结论。白鹿这下可能不用那么紧张了，舆论压力一直在，但说到底，这两件事的根子都在信息传开了以后变了味。一开始传出去的东西就错了。看综艺，关键的看完整的互动过程，光看几个片段，根本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别让那些零碎信息带着你跑，多看看完整的节目内容，这样就能少点没来由的误会，综艺也能回到它该有的样子。一句话常被人挂在嘴边，就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不同的人对综艺节目看法不同，这也能理解，但你不能想当然的乱猜，也不能把人家的话掐头去尾拿出来说事。看事情的看全，综艺也是。误会这东西容易解，不容易解开。官媒这一提醒，好多艺人还有那些明白的观众就能放下包袱，专心演戏，也好好看节目。